魔物猎人荒野是一个包含多元玩法的游戏，玩家可以用适合自己的玩法来游玩。本影片会介绍以动作游戏角度来使用双剑的玩法，不会介绍地形陷阱或是闪光弹之类的操作方法。首先介绍一些重要的设定。效能设定为帧率优先，其他模式的帧率都不够稳定。假如帧率不够稳定，会忽高忽低，容易产生视觉错觉，会无法精准掌控一些操作的时机。视角锁定设为开启。玩动作游戏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把敌人控制在画面内，这样才能看清敌人的动作。如果不想用奇怪的姿势操控，就该开启视角锁定。跟《世界级崛起》这两款前作相比，视角锁定功能被弱化，要等魔物离开画面中心一小段距离才会开始追踪魔物。所以除了视角锁定外，还要使用 L1 来及时重置视角。需要练习在游玩过程中不定时重置视角。还要设定重置目标视角时的水平高度。假如设定为保持不变的话，很容易因地形或是魔物的移动造成不方便的视角。接下来比较3种水平调整的方式。我习惯设定为水平，比较可以看清楚魔物整个身体。最后是要设定不会自动收刀。接下来介绍双剑的操作技巧。按下 R2 可以进入鬼人化来强化能力。进入鬼人化后会随着时间消耗耐力。再次按下 R2 可以取消鬼人化。在移动过程中切换鬼人化，不会有硬直动作。鬼人化后按圈可以施展途径连斩。鬼人化后连按三角可以施展三角连段。前2次三角会各挥刀1次，第3次三角则会施展6连斩。平时进行闪避是翻滚动作，鬼人化后会变垫步。武器锐利度量表下有个鬼人量表，鬼人化后一些不消耗量表的攻击可以累积量表，量表满了之后会闪烁，这时会进入鬼人强化状态，量表会随时间减少。鬼人化后按下三角加圈可以消耗量表施展乱舞，再按1次会施展第2阶段，再按1次会施展第3阶段。这3段攻击中，实际上单位时间内伤害最大的是第2阶段，第3阶段总伤害最大，但攻击时间也较长。进入鬼人强化状态却没有鬼人化时，按三角加圈可以消耗量表施展鬼人连斩，再按1次会施展第2阶段。其中第1阶段的单位时间伤害比乱舞更高，第2阶段则是连斩跟乱舞中最低的。在鬼人强化状态中按三角加圈施展一段攻击后，再按 R2 可以切换鬼人化，并施展下一段攻击。完整连段是先鬼人化，从乱舞开始，切换鬼人化，施展连斩第1阶，切换鬼人化，施展乱舞第2阶，切换鬼人化，施展连斩第2阶，切换鬼人化，施展乱舞第3阶。在施展连斩时，耐力会自动回复，并且可以进行移动。按住 L2 可以进入集中模式。集中模式中可以灵活改变攻击方向。这系列游戏的玩家转向机制不够灵活，适时进入集中模式可以避免攻击挥空的情况。例如在施展乱舞过程中，可以进入集中模式来改变方向。
鬼人强化状态的完整连段威力强，但是魔物比较少会给玩家这么多空档时间来施展。通常是魔物倒地后才会进行完整连段。平时魔物攻击后的空档应该用时间短的连段。以单位时间内的伤害来看，连斩接乱舞是最有效的。在非鬼人化情况，施展连斩第一阶；切换鬼人化，施展乱舞第二阶；按三角加圈施展乱舞第三阶。施展完后，如果还有空档，可以继续攻击来补充量表。成功施展精准闪避，可以得到鬼人闪身状态，可以让闪避动作得到攻击判定。进行闪避时会有一小段无敌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碰到攻击来触发精准闪避。得到鬼人闪身状态后，可以在闪避后按三角进行快速攻击。在进行连段时，必须保持观察魔物的动作，特别是在施展长时间的攻击动作前，必须确认魔物是否准备开始攻击。用以下例子说明：连按2次三角后，再按第3次来施展长时间的6连斩之前，魔物要开始攻击了，就该停下来进行闪避。施展到连斩第一阶时，看到魔物要开始攻击，就该停下来闪避。接下来介绍双剑的空中乱舞，在高台的边缘进行闪避，就会自动施展空中乱舞。在坐骑上跳起，空中鬼人化后按三角也会自动施展空中乱舞。要注意的是，鬼人化的空中乱舞应该无法触发骑乘攻击，双剑无法防御，只能进行闪避动作。延长闪避距离会是必须的装备属性，闪避距离长比较能确保在无敌时间内离开魔物的攻击范围。接下来会用影片说明实际狩猎的方针。当魔物不在战斗状态时，从背后靠近可以进行偷袭。进入鬼人化来累积量表。眼尾龙的正面攻击范围小，可以待在前半部攻击。量表满了，就可以在魔物攻击后的空档施展快速有效的连段。过程中可以往魔物后方移动，诱使魔物对后方进行攻击。当魔物要进行攻击时，可以再回到前方。魔物有时会进行低吼，这时可以放心进行连段。看到伤害数字出现4个点，表示伤口出现了。可以进入集中模式施展伤口破坏技能。魔物倒地后就可以进行完整连段。魔物攻击常常会有死角，进入这些死角就不会被攻击打中。这些死角位置可以说是玩家的安全区，只要利用走位的方式持续待在安全区里，就算不会精准闪避，也可以轻松躲过攻击。在安全区里也可以有比较多时间进行攻击。以眼尾龙来说
两侧前半部是较安全的区域，尽量待在前半部会比较安全。偶尔可以移动到后半部来引诱眼尾龙施展尾巴攻击，这也是大部分魔物的安全区。虽然安全区内可以攻击到的部位通常不会是魔物的弱点部位，但只要打出伤口或是破坏部位，都可以制造出魔物失衡倒地的机会。这时再针对弱点进行攻击，匕首是典型的强化正面攻击的魔物。安全区就是在后半部，只要想办法闪避到后半部，就可以安稳进行攻击。波伊龙的身体庞大，会有很多正面的大范围攻击。待在两侧比较容易闪躲，也需要注意尾巴的攻击。黄雷龙的安全区在身体的下方，一般的翅膀攻击跟尾巴攻击都无法攻击到，可以在这范围来回移动。只有黄雷龙飞上天空时需要特别注意。只要可以看清楚魔物的动作，在安全区移动，并根据魔物攻击空档时间来进行快速连段，就可以享受双剑带来的连击乐趣。之后我也会针对一些难度较高的魔物来进行专门介绍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持续注意。